大家好，今日係2024年嘅8月20日啊。今日咧講下國家領導人梁振英咧最近嘅一啲嘅發言喎。咁因為我成日睇到 Facebook 咧有啲人 share 佢嘅 post 啦，我每次睇咧我都學到好多知識，即係要多謝呢個嘅國家領導人梁振英啦。因為點解咧？佢每次講完啲嘢咧，我又要做啲研究，要破障。咁啊喺破障嘅期間咧，就揾到好多相關嘅知識。咁所以我都係間接多謝佢。最近佢講咩咧？最近佢話國慶將至咯，話而家咧國產嘅酒嘅質量咧越嚟越高啦。咁所以咧國慶除非唔飲酒，飲酒就必須飲國產酒。佢用咗必須呢個字。佢話因為質量越嚟越高啦，而且咧價錢有平有貴，所以必須飲國產酒，否則就無法交代啦。咁強硬嘅語氣，飲酒就必須飲國產酒，否則就無法交代。咁啊嗱，呢個國產酒咧，當然啦就係以呢個茅台聞名啦，呢個所謂白酒，由宋朝開始咧，呢啲精釀法咧就非常之流行啦。咁我細個咧都會去華富村啊，落樓下嗰啲雜貨店咧，幫我阿爺咧打翻兩兩孖精嘅喎。打翻幾兩孖精，咁啊呢個就係精釀法。咁但係香港人咧習慣就唔係飲呢個嘅米酒嘅，即係唔係飲所謂嘅大陸叫白酒啦。咁香港人咧就習慣飲葡萄酒、葡萄美酒、夜光杯。咁啊，我啊再查一查啦，原來國產葡萄酒咧個銷量咧喺全世界嚟講啦，咁當然係微不足道。即使喺中國嘅國內咧，中國人啊係全球咧第5大葡萄酒消費國㗎啦，最犀利當然係歐洲人啦。歐洲咧基本上咧無酒不歡嘅，其實喺歐洲超市咧買一支葡萄酒好平嘅咋。2磅3磅就買到一支嘅啦，其實仲比呢個嘅嗰啲雪山水咧，可能係再略平一啲添㗎個價錢嚇。咁所以歐洲嘅消費肯定係犀利嘅，有平有貴啊，貴嘅以呢個嘅以萬計歐元計又有，平嘅跟住又以呢個2、3歐、4、5歐有好多選擇㗎啦。咁啊，中國咧全世界第5大㗎啦。咁啊，但係咧國產嘅葡萄酒咧只係佔22%，呢個係疫情初起啦。咁而家可能略略有改變，但係都唔會太大分別嘅。總之中國人都中意飲葡萄酒，但係中意飲洋葡萄酒。平嘅就飲智利啦，或者係貴啲嘅飲澳洲，係咪啊？上價錢嘅就飲歐洲啦，就法國、西班牙、意大利。咁呢啲葡萄酒質素都好嘅。咁當然中國人咧仲中意飲威士忌，蘇格蘭威士忌啊，係咪日本嘅威士忌？咁呢啲咧都係中國咧前幾年炒到好貴嘅。咁但係隨住中國經濟咧，雖然GDP 好似有4點幾%好犀利喎。咁但係咧，即係又嘲笑呢個嘅歐洲咧 G7 沒落啦。我就話 G7 咧啱啱呢一季啊，呢兩季啊，第一季同第二季英國咧係 G7 嘅經濟數據最好嘅。咁當然呢個按季度啦，因為舊年英國咧經濟跌得慘啊嘛，所以基數低嚇。咁如果按年咧，咁可能都係美國拋嚟嘅。咁但係即係歐洲經濟又咁差，英國又破產。咁但係歐洲咧加上 G7 啦，日本同埋美國啦，經濟差。GDP 又低，但係失業率又低喎，相對而且咧資產又係咁升值喎，股市又大升啊，日本股市又翻嚟咯，日經指數美股又翻嚟咯，咁倫敦股市亦都唔差喎，咁加上咧啲樓又係咁升喎，咁工資亦都上升啊，當然生活成本上漲啦，但係中國經濟好喎，但係中國咧樓啊大跌。股市又大跌，工資又大跌咁所以呢個都我都唔係好明個邏輯到底邊個經濟好，邊個經濟差？咁有啲人話美國 GDP 2點幾%啊，你又話好，然後咧中國4點幾，你又話差，咁呢個係一個基數問題啊嘛。如果佢係一個發展中國家，就用發展中國家嘅標準，起碼要挨近8、7或者係10%。即係呢個嘅日本戰後經濟奇蹟，戰後30年平均增長都接近10%啦。所以改革開放以後，你就係以大概10% 增速咧，咁先至能夠成為咗發達國家噶嘛。咁而家跌到4，咁即係咧就陷入咗我成日所講嘅中等收入陷阱咯。咁所以有啲人就話你雙重標準，呢個唔係雙重標準，呢個常識。咁但係冇辦法，你永遠爭拗唔到嗰啲人。咁梁振英就話要飲國產酒，其實我懷疑啦，就同我之前嘅愛國者建議係有關聯嘅。我愛國者建議係咩咧？我之前就話啦，即係上個月啦。中國大陸好多嘅監管部門、衛生部門係抽查啲雪糕，發覺雪糕雪條有50%含有大腸桿菌。咁有啲網民話：咁同食糞便係咪冇分別呢？咁咧呢個係邏輯問題嚟嘅。雪糕有大腸桿菌，糞便有大腸桿菌，但係有大腸桿菌又唔等於糞便。即係你老豆有鬍鬚，就唔等於有鬍鬚就係你老豆。而且咧食
糞便咧同埋食雪糕咧含有大腸桿菌嘅雪糕咧，本質上係有分別嘅，因為好少咧見到人哋係食熱嘅雪糕噶嘛。雖然話火山雪糕淋啲火上去有熱力，咁但係都係外邊熱嘅啫，裏邊都係凍嘅嚇。咁但係糞便咧就一般嚟講咧，內外都應該都係熱嘅嚇，內外應該都係熱嘅。即係當急嗰啲詳細唔講啦，急凍嗰啲唔講啦，或者愛斯基摩人嗰啲唔講啦。咁咧個關鍵就係咩咧？即係我就話啦，如果外國要飲國產酒，外國就要用國產手機，外國咧就要用國產車，外國咧就要食國產豬，咁啊就應該要食埋國產雪糕啦、雪條啦。雖然有一半機會係中大腸桿，咁但係都要啊嘛。外國並不是請客食飯啊嘛，係嘛？請客食飯都要外國。咁啊，外國就要身體力行啊！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咁啊，就應該係要食埋國產雪糕嘅。但係呢個唔重要啦，呢啲所謂嘅廉價嘅愛國主義啊。咁因為而家全球化啦，全球化下，即使嗰啲係洋酒啊，咁你有國家嘅即係外國商人做代理噶嘛，所以其實個分別唔係好大嘅啫。係咪啊？即係 iPhone 咁，你係外國嘅品牌，但喺中國富士康河南度又建廠喎，又翻嚟喎。iPhone is back 喎。咁所以係咪有咁大分別咧？係咪需要喺現代社會裏邊係要有即係分 A、B 係分得咁明確啦？係咪要同呢個全球化背道而馳咧？但係今日唔係想講呢樣嘢，因為梁振英嘅發言咧，令我就係想起一啲嘅關於酒嘅歷史啊。因為咧我哋即係曹操都有詩啦，曹操呢個。即係唯有杜康可以係解一個神，釀酒之神，就傳說係杜康呢個人咧就發明到酒噶嘛，喺中國歷史上面。當然呢個係傳說嚟嘅，大禹時期嘅人物。咁而家考古出嚟咧，你見到新石器時代咧都有釀酒喎咁但係當嗰啲釀酒係意外地釀酒啦，你就發現咧就係將啲食剩嘅廚餘就儲存起嚟，結果就好耐都冇人咧去處理啲廚餘，後來就嗰啲廚餘就出咗水啦。出咗水咧，佢哋發覺係酒，咁所以咧商周時期咧就好多飲酒嘅呢個商人咧就係試酒，咁你見到咧好多嘅器皿咧都係同煮酒係有關係，呢個我哋知。但係中國嘅酒咧就叫杜康酒，杜康咧係人名，亦都係酒名啦所謂杜康酒咧其實就係用高粱咧去釀嘅，即係用穀物去釀嘅用呢個嘅大麥、小麥各方面咧去釀，咁所以呢個中國幾千年嚟都係，直至宋朝咧就有呢個嘅蒸釀法，就煮米酒。因為咧宋朝開始咧，中國咧就流行食稻米咯。喺孔子嘅時期咧，稻米咧就係好稀有嘅，所以食乎稻，衣乎錦，於汝安乎啊。咁宰我咧就同孔子辯論啊嘛，就關於需唔需要孝守3年咁嚴謹啊？孔子就話食乎稻，衣乎錦，你食稻米着靚衫，你心裏邊安唔安心？所以喺孔子嘅年代咧，稻米係好貴嘅，因為中國咁耐以嚟咧都係好難種到稻米，直至宋朝開始喺大長宗父2年咧，就由呢個嘅占城，就係今天峴港越南一帶咧，傳入咗呢個占城道。自此之後咧，呢個嘅水稻咧就喺中國普遍流行啦，甚至乎喺山上邊都種梯田喎。哇！我以前咧就去雲南啦，睇梯田啊，睇4點幾日出體，哇！真係浪漫到不得了。然後喺梯田度影咗幾張靚相，即係嗰啲陽光日出照射落梯田度，嗰個感覺真係冇得頂啊！咁就係其實宋朝開始嘅。咁但係問題咧，中國咧就飲葡萄酒喎。幾時咧？因為我哋睇唐詩咧有22條咧，我查全唐詩有22條係用葡萄酒作為一個嘅即係記載嘅。所謂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馬上吹。呢個葡萄酒就喺唐朝好流行啦，因為咧唐朝係天黑汗，就同西域咧關係好密切。但係最早嘅呢個嘅葡萄酒咧，你睇翻全唐文裏邊有一段就知啦咁史記裏邊都講嘅，就係漢武帝。就係經營呢個西域喎，張騫咧就首次咧就介紹咗葡萄俾武帝知，咁我懷疑張騫就應該帶葡萄乾俾漢武帝啦，因為咧新鮮葡萄就好難運送到過去啦，運送到佢都爛咗啦嘛，因為你要經呢個嘅敦煌啊、張掖啊、武威啊呢啲地方咧就係沙漠啊好兇險嘅地方噶嘛，嗰度又好熱嘅，咁所以咧就應該係葡萄乾為主噶啦。就係由安息國裏邊咧係運咗入去。安息國喺邊度咧？即係今天嘅波斯帝國，後來嘅波斯帝國，即係今天嘅伊朗一帶啦。然後咧
就係天馬就於大宛喎，喺大宛咧就揾到啲汗血寶馬，喺呢個波斯咧就揾到啲嘅葡萄啊，就運咗入去。所以咧最早嘅中國人所熟悉嘅葡萄咧，就嚟自波斯帝國嘅嚇，咁啊即係波斯灣一帶，咁啊由嗰度開始運入嚟嘅。咁所以你即係見到啦，中國嘅飲酒歷史同外來文化咧，都係不能夠畫上一個嘅即係分裂嘅嚇。咁啊中國人飲葡萄酒就係因為外國勢力啦，呢個第一點。第二點啦，就係咧，你發現咧，喂，中國嘅皇帝咧都開始飲葡萄酒喎嚇。除咗武帝之外咧，係幾時開始飲葡萄酒咧？我睇一睇啊，呢個正史就係呢個嘅魏明史飲葡萄酒咯嚇。你見到《三國志》裏邊咧有記載就飲葡萄酒。咁但係當然個葡萄個字咧就同我哋今天所理解嘅葡萄嘅字係唔同嘅。佢三點水個葡，木字邊個桃嚇？呢個葡萄。咁你睇睇呢個嘅魏明帝嘅史料咧，你見到咧，去到呢個北朝啊，南北朝咧就有更多關於葡萄嘅史書嘅記載啦。譬如話咧，有直接食用葡萄啦，葡萄一盤。咁當然亦都有釀葡萄酒，但係呢個葡萄咧，同後來唐朝寫嘅葡萄咧，唐朝寫嘅葡萄就今天我哋寫葡萄嘅葡萄。咁但係以前咧，《三國志》至到係北朝寫嘅葡萄咧，就係三點水嘅葡啦。咁啊，應該呢個葡萄咧，我相信就係可能喺波斯話嘅譯音嚟噶嚇。咁啊，呢個以葡萄酒，明帝就請客，然後咧請完客之後咧就拜對方做涼州刺史嚇，涼州刺史。咁所以呢個嘅皇帝咧都飲葡萄酒嘅。咁呢個葡萄酒去到唐朝就大盛啦，因為唐朝嘅歷史咧就好輝煌，就經營咗呢個嘅西域啊，所以呢個安西都護府喺西域裏邊咧有好大嘅勢力。咁所以直接由呢個嘅阿拉伯帝國嘅遺產，阿拉伯人咧就因為宗教原因就後來唔飲酒，咁所以結果嗰啲酒咧就大舉咧就運咗入去呢個嘅唐代。喺呢個唐朝就開始飲啦，宋朝開始咧就因為內縮啊，所以宋朝咧葡萄酒咧個詩詞咧就比唐朝少一啲啦，而且變成咗好昂貴。但係去到元朝又開始普及喎，因為元朝又打通咗呢個嘅西方嘅通道啦嘛，絲綢之路又開通翻啦嘛。喺宋朝嘅時期咧，呢個嘅傳統嘅絲綢之路啊，就俾契丹人俾呢個西夏人同埋吐蕃人咧就壟斷咗。所以咧，宋朝就難飲葡萄酒咗噶啦。咁但係去到呢個元朝、清朝又開始咧就暢飲咗葡萄酒咁所以呢個葡萄酒嘅歷史咧就係咁樣嘅一個中西文化交匯嘅歷史。如今咧，梁振英咧竟然認為飲酒就要飲呢個嘅國產酒，呢個好明顯咧係同阿習近平主席咧所倡議嘅一帶一路咧係相違背嘅。一帶一路者咁就有唔少國家，譬如話呢個嘅智利或者甚至乎咧。積極想討好嘅友好嘅澳洲啊、新西蘭啊都有盛產葡萄嘅喎，阿根廷啊亦都有嘅喎，係咪啊？所以如果飲酒要飲國產酒，就斷絕咗同呢啲一帶一路國家，甚至乎意大利都曾經加入過一帶一路，後來叛出，難保將來又會翻嚟噶嘛，係咪啊？所以梁振英呢個建議呢，我就覺得佢係即係冒犯到即係而家習近平總書記。呢個同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係相違背，甚至乎咧似乎係軟對抗喎。咁所以我就覺得梁振英呢種講法咧就不但止不合時宜，亦都唔適合咧而家唱好中國故事、説好中國故事。中國故事就係要中西文化融為一體，係咪啊？所以先有呢個咁中國化嘅馬克思主義啊嘛。所以我覺得習近平總書記咧嘅成分咧，好明顯咧，梁振英作為國家領導人咧，就讀得唔夠熟書啦。咁呢方面咧，就應該要深切檢討應該要誠心悔過。對於一帶一路建設咧，應該有更多不遺餘力嘅推動啦，先至可以繼續喺下一任啦即係保住國家領導人嘅職位啊。否則嘅話咧，好可能就只會成為一個退休老人啦。無論如何，今日講到呢度啦，借呢個題目咧就講一啲酒嘅歷史、中外交流嘅歷史喎咁希望大家喜歡啦like subscribe share 收費頻道 Patreon 啦就有呢個嘅參考資料嘅喎，有文字版，亦都有獨家嘅課堂。9月開始咧就會恢復翻呢個嘅中國近現代史課。中國近代史課咧就喺7月嘅時候完結咗啦。中國近現代史課、現當代史課咧就會繼續講共產黨歷史、國民黨撤退台灣以後嘅發展等等嘅情況。希望大家可以 join Patreon， 15蚊美元咧就可以咧無限重溫嘅咁一個月月費15蚊，一般會員咧就5蚊咁美元。希望大家可以支持知識有價，拜拜。